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之前我们聊过，就是说，身为基督徒，在 AI 这个时代，到底该学些什么，怎么学才比较合神的心意？那今天呢，我们想继续谈谈相关的话题：人工智慧跟人类的繁荣，也就是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看科技进步，还有所谓的精神管家这个角色。对，没错。我们手边刚好有2份，蛮有意思的资料。哦，一份是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讨论 AI 的文章，嗯另一份是自然人类行为那个期刊上，它有一个最新的研究，是关于 GPT-4，就是那个大型语言模型，它的说服力有多强。哦，GPT-4 的说服力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下这2份资料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些看法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深入看看。首先从信仰的角度，我想科技包括 AI，其实可以看作是人发挥上帝给我们的创造力的一种方式嘛。对，就像创世纪讲的，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管理世界的责任嘛。没错。所以理论上用 AI 来做好事，其实也是在荣耀神，对吧？对，而且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点，就是 AI 其实已经在某些方面展现出它可以促进神国宗旨的那个潜力。哦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有些 AI 工具，像 Bible Chat 这一种，它可以让查经啊、学圣经啊变得很方便。这个我知道。还有像医疗方面的 AI，不是说可以帮助一些瘫痪的人有机会重新活动吗？对对对。这些其实都呼应了我们信仰里面一直强调的，就是怜悯人啊、爱人如己这些教旨。这听起来潜力是很大啦。不过，科技常常都是一体两面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特别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自然期刊的研究，好像点出了一个，隐忧哦。对，这个研究发现哦，那个 GPT-4 它的说服能力不止很强，甚至有可能比真人的辩手还要厉害。哇，然后更让人注意的是，如果他能拿到你一些，比如说年龄、性别、你的政治立场这些基本资料，去做那种个人化的说服哦，他的说服成功率哦，竟然可以大幅提高超过80%。80%，哇！对，而且研究人员很有信心哦，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，就是说这个个人化说服的影响力，是非常真实而且巨大的。哇，这个听起来就有点让人担心了。这就点出了一个核心的张力。这么强大的说服力，如果被拿来操纵人心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对，这不就正好提醒我们，像罗马书说的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式同化吗？没错。AI 说到底，它没有那个神的形象 Imago Dei，就是上帝给我们人那种独特的理性啊、道德啊，还有灵性的能力，所以它没办法取代真正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更不可能取代神的启示。没错，如果我们太依赖它，甚至把它当成真理的来源，那感觉就好像拜了一个科技偶像一样。对，我想到的是，比如说 AI 学的讲道，可能听起来头头是道，可是是不是就少了点圣灵的感动？有可能。或者说，那个演算法本身如果带有偏见，是不是也可能加深社会上本来就有的不公平？的确是这样，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有一种智慧的管家之分。智慧的管家之分。对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一味的拥抱科技，但也不是因为害怕就完全拒绝。像箴言说的嘛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要带着对神的敬畏来接触和使用科技。所以面对这么厉害的工具，我们基督徒到底该怎么自处？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，如何在协作中持守信仰核心。对， AI 时代确实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平台去服侍，比如说用 AI 分析一些数据来辅助教会的关怀事工。但重点是辅助，它绝对不能取代牧者那份真实的、有温度的关怀。没错，那个人的连结很重要。对，或者说用 VR 技术去重现圣经场景，让大家可以更身临情境的去接触圣经，这些都是可能的应用方向。
您说的没错，但同时我们必须要非常警醒，不让技术取代了神的主权。是。这也意味着您需要特别去培养那些AI 很难复制的内在能力。哪些能力呢？主要就是比如说提问的能力、创造力，还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，这些是 AI 短期内很难达到的。提问、创造、批判思考，那要怎么培养这些能力呢？可以透过几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坚持以圣经为导向的学习，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价值观。信仰根基要稳。对，再来要试着整合跨学科的知识，不要只懂技术或者只懂神学，要能够结合。跨领域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要在信仰社群里面去实践，弟兄姊妹彼此督促分享，在群体中学习成长。没错，这样才能在科技的浪潮里面站稳脚步，然后用我们的信仰和爱心去服务这个社会。所以总结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神的心意作为核心，对，然后把技术的知识、伦理的智慧，还有属灵的品格这三者结合起来，去学习和应用 AI。是同时我们也要关心社会层面的问题，比如说倡导合乎伦理的 AI 发展方向，甚至尝试把信仰的价值观融入 AI 的设计里面。是。也要装备弟兄姊妹，让大家都有能力去分辨和评估 AI 带来的各种影响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就是从信仰和科学这两个角度来看 AI 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。我们看到了它作为神管家工具的那个潜力，但同时也必须非常警惕技术偶像崇拜，还有被操纵的风险。对，特别是像那个 GPT-4，如果掌握了个人资讯之后，展现出来的那种超强的说服力，真的要小心。而应对的方式，就像您说的，就是要以敬畏神的心，做一个有智慧的管家。对，守住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，培养批判思考的能力，把技术、伦理还有我们的灵性结合在一起。最终的目的还是服务人群，荣耀上帝。最后也许可以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，大家可以想一想。就是当 AI 越来越擅长模仿同理心，甚至能跟你进行那种非常个人化的互动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并且持守那份真正来自圣灵的、无法被复制的真实的连结与爱呢？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